选择职业之前，来听听叶博士怎么说。我以前在教大学的时候，有一些同学他毕业了，他们回来探访我，当然会问他们现在在做什么工作啊？他们常常的答案都是哦，我又换工作了。后来呢，才知道他们每一次呢，大概2个月就会换一次的工作，一直找不到自己喜欢的工作。所以我想，很多弟兄姐妹也有这一方面的困扰，不知道要做什么样的工作才适合自己。今天呢，要从圣经的角度跟大家来探讨职业观，也跟大家来提醒3大因素影响我们选择职业。第3点，兴趣和高薪。我们常常认为要有一个很高薪的工作，那么我就会很快乐，所以找工作常常都以那个钱为主，哪一份工作给我的钱多啊，我就赶快去申请哦。在耶鲁大学里面呢，也做过这个的研究，什么叫做快乐的心理学哦？他们很多人都填说，只要有一份高薪的工作，我就可以很快乐。当然，结果显示出高薪的人未必快乐的。做自己有兴趣的事情，做有意义的工作，反而会很快乐。在传道书5章10节，贪爱银子的，不应得银子知足；贪爱丰盛的，也不应得利益知足，这也是虚空。圣经教导我们呢，很多时候钱财啊，就是过得很丰盛，其实都很虚空的。所以你选择职业的时候，要选择你所爱的，看起来很像不是很多钱，但是做起来却很快乐。我自己也做过这个的决定，就是当年呢，我离开我大学教授的位置去做福音歌手。当然，在很多人眼中，这看起来是很疯狂的。为什么在大学教书不好呢？要去做音乐呢？做音乐肯定赚不到钱呢。现在回想起来呢，我10年前做的决定一点都没有错，因为带给我的生命有很多喜乐和满足，而不是金钱可以给我的。第2点，先天恩赐和后天训练。这2点一定都要。先天有没有恩赐？后天上帝有没有给你训练的机会？我也曾经辅导过2个中学生，2个呢都这么巧，他们都很想成为钢琴老师。他们认为做钢琴老师很好，符合他们的个性，他们喜欢教导小孩，也喜欢音乐。但是呢，有一个呢家庭的经济比较好，所以从小到大都给他上音乐课。在他18岁的时候已经考完他应该考的，读完大学就可以教钢琴。但是另外一位呢，家里的经济非常的缺乏，父母只给他学琴学过2年。虽然他很有恩赐，但是他没有后天的基础，所以一直呢都没有办法考到他要考的那张纸才能够去教导。所以我给他的辅导就是说，没有后天的训练的时候，这个职业可能就不适合你，叫他去思考要去做别的事情。当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方向在哪里的时候，箴言20章18节这样子告诉我们：计谋都凭筹算立定，打仗要凭计谋。圣经告诉我们呢，是要凭着我们的智慧，要凭着一些的策略去做。当我们没有这个谋略的时候，就去请教牧者，请教做这一行的人，让他们给你意见。我也曾经呢辅导过一个学生，他要做律师，但是呢他不知道律师是要做什么。我时候问他，那么你有没有跟一些真正在做律师的人聊过天呢？他说没有啊。我说你去吧，我就介绍他去跟律师聊天。聊了天之后，他回来就跟我说Dr. Yao，我不要做律师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发现原来律师呢每一天是要对着那个纸的，很多的 paperwork。他说我还以为呢律师就好像拍电影一样，整天在那个法庭里面可以发表演讲啊，很会说话。他说因为我是喜欢说话，但是其实我的 paperwork 是很弱的，我很不喜欢做的。所以呢，我就劝勉他，那么你看清楚了，这个职业未必适合你的恩赐，未必适合你的个性。第1点呢是最重要的，我们就问我们自己，这个职业是不是能够荣耀神和帮助人呢？2样东西都一定要有，你的工作才会有意义的。我也曾经辅导过一个，他刚刚信了主，是在网上做赌博的。他就说他每次做到很不平安，就问我说，那我应不应该转行啊？我就问他，请问你做 online gambling 荣耀神吗？他说不荣耀神。我问他，那么请问你有没有帮助到人？他说没有帮助人，反而是害人的。我说那答案很容易啊，不荣耀神也不帮助人，当然就不要去做了。美国政府部门呢也做过这个研究，最有意义的工作包括了有老师、社会工作者、护士、心理学家、警察、教练、营养学家、职业顾问。当然这些工作它会给你觉得很有意义，可以帮助到人，可以荣耀神，你做的时候就可以做得很享受，不用2个月就换一次的职业。
传道书9章10节是这样子告诉我们：凡你手中所做的事，要尽力去做，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，没有工作，没有计算，没有知识，也没有智慧。圣经也提醒我们，人生只能够活一次。那么呢，这一生人当中呢，我们就好好的选择我们的职业，荣耀神，帮助人活出精彩的一生。